前阵子我们在这个台湾发生了这个非常大的地震，你看这个6.0的浅层地震，你看它直接把我们整个房子震掉了。那也发起了我今天想要为各位做的这个视频。这个影片呢是要跟大家讲到底怎么样快速的将你的结构做好。那在这整个软体当中，它怎么样可以有效的去完成这个事情？各位先看一下我们跟各位准备的这几个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内容。第一个就是说，其实在结构上面它需要面对几个比较大的问题。那它有2个大分类，第一个大分类就是混凝土的分类。混凝土当中它其实分为结构柱、结构梁、斜柱、斜梁，那还有结构楼板、剪力墙、钢筋、续接器这样的基本的问题。过来钢构呢，钢构它会有这个钢柱跟钢梁、钢层板或者钢构接头、行架这几个东西。那当然，其实在这么一个短短的视频当中，能够把这些事情讲完不太容易哈。不过我们还是希望让大家看到这个比较强烈会需要知道的，像结构混凝土这样的东西。你看，其实在这个我们在画图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把这件事做好，基本上在这种震度发生的这个事情，它其实很容易就出现像这样非常惨况。那我们也不太希望这件事在不断的发生。那也希望大家，如果你家里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一定要回来看看你自己的房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提前去做一些准备。好，我们来开始哈。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简单的模型。这个模型其实是比较完整的内容，所以可以看到它其实我们把这个屋顶先把它隐藏起来哈。这几个屋顶是木架构，所以它是木结构的一种。那我们就把它藏起来。我们先单纯来去看混凝土的这个结构的内容。你可以看到混凝土结构的内容就这么单纯。那它其实有分这个比较环梁啊，然后基本的大中小的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先这边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事情。你看这个地方，它这个环梁呢，我们是有做命名的动作的，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你不同的梁位是有不同的命名的，而这个命名对各位来讲是相当重要的哈。如果你今天有在这个做任何的 modeler， 你会遇到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说，其实你建立的这个梁或者这个柱，有可能是在设计过程当中是会被修正的，会被改变的。那当你改变的时候，你只能改变尺寸嘛？改变尺寸其实效果是不好的，因为你一个案子尺寸很多，但如果你要跟结构技师好好配合，你其实需要把这个名称好好仔细命好的。这样子，当我们在改变的时候，譬如说改变了 FB1 Plan、FB2 Plan， 改为什么样的东西，你可以看到30×90有2个不同的这个编号，但其实它是必须要去被分类分出来的，因为有可能应力不同，有可能接点不同，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前置作业。好，那大家看完这个之后呢，我们可以来快速看一下这个事情，就是说，假设你的房子这个有像这样钢构的一些细节，那你可能会很想知道说，像这样的钢构，它有没有哪些地方要注意？那它的这个钢构的这个内容呢，这个梁有没有哪些地方要特别去看？怎么设定？让大家知道一下。好，那我们就来去开一个新的专案哈，我们先开建筑样板。那我们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我们刚刚所做的这几个内容，所以我把这个部分的这个说明呢，先把它给 copy 过来，先到我们这个新的专案来，我们先贴上去。我们先抓一个楼板出来哈，让大家可以知道这个基本的内容。把楼板叫出来。OK， 好，你看第一个我们先讲混凝土的事情那混凝土这件事情，我们先看柱。你看柱这边会有结构柱跟建筑柱嘛？基本上，如果你今天有打算要让它这个是有结构作用的，那你就要选择结构柱。结构柱就是说，基本上你做了之后，它会在分析上面是可以直接出现的分析就是在后面这个地方，这里它会有一个简单的分析。那这个分析它这个还会有一些结构的问题那所以你看。结构如果它本身就有应力的，它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好，那我们先把这个柱子抓出来，先选择结构柱。那你看右边这边会预设有这个钢柱跟混凝土柱，你先选择混凝土柱。好，结构柱在做这个事情之前，你注意看几个点，就是这边有个深度跟高度，建议你不要不设定这个事情。那在这边也稍微简单说明一下，你看左边这个浏览器跟右边这个性质是应该要分开的，对各位来说你会比较容易看到这个内容。好，那我们选择这样子，先把几个东西给建出来看看比如说我先建立了4根柱子。好，那我们来开3D 看一下。这基本上这个4根柱子它就已经完成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4个不同的
柱子的位置。那你看它现在预设就是几公分而已嘛。假设我今天希望它是有不同的尺寸的，那么你可以复制一下。好，比如说我现在30乘90公分，好，那你可以把30乘90分直接改成90。那某种程度来讲，这就变成更大的这个柱子。我们把比例拉大一点，让大家方便可以看得比较详细一些。好，那你看，假设我这根柱子我把它变成30乘这个70公分，那么你这样顶一下，它就会到70公分这个尺寸。好，那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的柱子就已经出现了3个不同的尺寸。我们前几天有看到学员在问说，如果我要试图增加这个元件的这个内容，会不会很复杂？其实就这么简单，不会很复杂哈。那你看哦，我们现在来进阶做一下这个事情。各位看哦，我们常常都忘记了这个命名的重要性。建筑资讯模型的资讯的这个2个字其实相当重要。资讯其实如果你在不改变它内化的这个所有参数当中，命名就是第一个资讯。所以你看，假设我今天在乘一个50乘70的，但是我后面先假设给它写成个 SG1 这样的名称，这就是可能结构技师会命名的名称，这样写。那么50乘70的这个东西，我们再把这个 SG1 特别的这个描述，譬如说我把它写在这里面 SG1， 按确定。那么你看这个事情它就会变成是有这样的名称。那么同时间我来去回馈命名刚刚的这个地方，这地方把它写成 SG2， 然后同理描述也写 SG2， 过来这个把它变成 SG3。我等一下做个明细表给大家看看所以大家会比较理解我在说的这个事情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然后这个把它写 SG2 有了，所以2个 SG2， 一个 SG1， 一个 SG3。那我再更改一个变成 SG4 好了。这个我们把它变成是60乘100好了 ，SG4。描述把它改成 SG4。确定。好，你看现在这个6乘100还没改变那个名称，我们可以改变一下60乘100，像这样 ，OK。所以你这边有4根柱子，注意看哦，这4根柱子是完全独立存在的。你看1、2、3、4嘛，那30乘70是原来的，这个是本来就预设存在的，我们再把它更改一下，把它 SG5 好了，更名一下。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边做边改啦，并不是说像大家以为的，我好像要这个一次改完才去做，倒不用这样做。我觉得这样做也没什么效率，我们可以这样出现这样的事情，然后把这个改成 SG 1、2、3、41、2、3、4、5，现在每个都有了 ，OK。好了，那我们来看哦，我马上实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先在这个明细表上开一个明细表，那我们选择柱嘛，我们刚刚做的是结构柱嘛，来看一下这个柱明细表，看一下确定。你注意看哦，我们刚刚选择的其实是我们的族群嘛，然后我们有类型，你可以把数量叫出来，类型叫出来，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不是做了一个描述动作吗？把描述做出来。好，你看到族群、类型、数量、描述，数量摆最后，一叫，你看看这个地方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注意一下一个事情哈，我们现在选的是柱的，而不是结构柱的，所以这个地方很多人会误会啊，我都选择柱了，怎么没有？我刚跟各位讲，我们现在做的是结构柱的这个内容，因为你刚刚所做的是结构柱嘛，所以我们来再做一次。来，你看哦，这个地方有没有结构柱？找一下，这地方是柱的，那有没有结构柱？这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说结构柱是结构柱，柱是柱，柱是装饰柱，所以这边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前置作业。好，我们再做一次给大家看。好，那你一样，你把族群抓出来，数量看到了，描述看到先叫出来，然后还有个类型叫出来。你看哦，为什么特别要把这两做给大家看？因为结构柱的这个内容，它会增加了这些不同的参数，这也是我跟这个大家不断的在讲述的资讯模型的资讯其实相当重要，它其实是有很前置的重要工作可以去面对的。好，那我们把描述往上放，好，你这时候再看，你看这边就出来了。而我们刚刚所建出来的这个模型呢，族群就是混凝土柱的矩形，类型我们就写了好几个不同的东西。你注意看哦，这边写的这个内容啊，它是可以排序的，
怎么排序呢？你看栏位在这个地方，我们在排序的时候可以将它根据我们的类型去排除，或是根据我们描述去排除。然后你看，你按确定，有没有？它的类型就会这样子分类。但是类型它其实是用前置作业的第一个字去写的，所以描述就很重要啦。如果你要它排序的很顺畅，你就选择描述。你看一下，它就会1、2、3、4、5这样去排了。所以我们刚刚所做的这个内容就非常重要。过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在这里详细列举每个实体，把它勾掉的话，你可以看到这边它就会把这个有2只的抓出来。好了，我放大给大家看一下。这件事情呢，就可以回归到我们刚刚在做的这个内容，也就是说，你在建你的结构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清楚的知道你哪一根柱子是什么事情，哪一根柱子的承重需不需要修正，那我想刚刚这样的汉式有可能可以在前期被看出来。那我们再来延伸做一下梁这个事情，你可以看到梁哈，梁在结构梁这个地方，这个梁一样会有混凝土梁嘛，但是因为梁这个东西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梁命名也是一样，我们就先更改一下好了。这个我们先写 SB1 好了，好，那这样子，然后你描述一样写 SB1， 好，这是一个。那我们复制一个，譬如说另外一个就比较夸张一点，50×100好了 ，SB2。那这个是150，然后描述 SG2，SB2， 好，像这样子。那么你注意哈，我们在用这个梁的时候啊，你一样要特别去小心一个点，就是说你这个放置平面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一定放在 L2 嘛，你不可能放在 L1 嘛，所以你看你这样抓出来，但你会发现是你看不到，因为你现在是 FL1 你看不到的，所以你可以做一个基准楼层哈。我们的参考底图可以把它放到2楼。好，那另外一个你可以选择向上看，你可以看看它有没有出现。过来你找一下，如果没有出现的话，有没有可能你刚刚那根梁这个详细程度没有照出来？我们来看看刚刚叫有没有出来。哦，它是有出来的哦。那你在1楼看不到的状况之下，你要怎么办？你可能这边可以再往上设一下边界哦。你看，因为顶部楼层没有设嘛，所以你看这个跑到2楼的这个视图范围可以看一下。2楼如果你要看到顶部的部分是什么地方，底部是什么地方，你可以往上走。现在 Q 算了2，好，然后底部是在下方楼层，置顶深度是在没有限制的状况之下，看能不能出现这样的东西。譬如说，你看我假设把这变成400好了，然后这里变400，你看它就出现了。这东西的逻辑很重要啊，就是你怎么样去看到楼上那过来我们来看一下，当这件事情知道之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去画了哈。你看这地方我们把它往下画，把它往这边画过来。好，这几根梁把它给接起来。那这2根梁呢，我们可以把它选择刚刚我们所做的这个第2个。那我们来看一下 3D， 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到这边已经拥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梁位的变化了。那你也可以得到这样的基本的基础。同时间你看哦，我们刚刚明细表啊，如果你今天选择一个结构柱、结构梁，你看这边有结构的构架，有没有？结构梁这是个结构构架，一样，你将你的这个族群类型把它叫出来，我们就看到什么就直接把它先叫，等下排序就好。然后类型，然后过来我们的这个它可以就楼层，因为我们这个梁就会有不同楼层。等一下我们来多做几个楼层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描述。好，那这个楼层描述，然后类型，数量可以把它叫过来。好，描述往上，确认一下，你可以看到这边就出现你刚刚所见的这个梁类型。那楼层的部分呢，因为现在还没有特地叫出来，我们先把它藏起来，没关系。好，你看描述是这样，所以我们一样排序可以透过描述去做变位，然后总计把它打勾，这个可以不用弄。好，你看它就会告诉你你在不同的地方，好，它就有几根的处理哈。好，回来这边来看，到这里来，我们继续回到刚刚的地方。那我们现在来建立一下我们的楼层。为了快速建立一下楼层，让各位可以理解哈，3楼、4楼、5楼，我们找一下楼层。比如说，我们从这边开始3x3到3楼、4楼、5楼、
6楼。好，那我们回来这边看，你看哦，这几根梁，如果我今天要快速的复制它，我直接选择这边，直接你看3、4、5、6，按一下它就上去了。那同时间你筛选一下你的柱子，按这个隔离品类，你把这几根直接从这个地方走到6楼，它就完成了这个事情。所以这基本构架是相当简单的。那我们刚刚就在讲结构柱跟结构梁嘛，它其实透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快速的去筛选。你看，像这根，假设这几根我们之后有造型变动，我们把它变成一样的这个大梁，它直接改就好了。而且它的应力其实是可以算出来的。那过来我们来看一下斜柱斜梁怎么处理啊？斜柱斜梁要处理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难，可是有时候在处理这个不同构架的时候就有点问题。我们把这放大一点让大家看，你看像这个地方，如果我要升高100公分，它直接就升上去了，有看到吗？所以其实上并没有那么困难的。如果你在做停车场啊或者什么其他地方，你可以这么做的哦。你看哦，我把这几根一起选了，那你看它不是会有一个立项偏移值吗？或者是起始楼层跟结束楼层偏移值，这东西是可以处理的。过来这个旋转度你也可以抓，你看它可以在断面直接做旋转，有看到吗？所以如果你今天有一个特殊的构造，譬如说这几个东西的特殊构造是这样子，你直接在这个地方旋转个45度，你看它就直接旋转给你看了。所以这其实是可以直接这样做处理的。那同时间我们也跟各位讲刚刚说的这个单点，譬如说这个单点我们就是要降个100公分，然后这个地方我们要升个100公分。你看，其实这两个地方它就可以变成这样的一个斜梁。好，那当然这个跟你的结构技师还是需要去做一些变动啊，不然其实你在做这个计算的时候还是有点问题。那柱子怎么办呢？柱子它就需要稍微处理一下。你看它有偏移跟底部偏移嘛，但你其实没有办法看到它特别的跟你讲它要怎么样去做变动。那你看这个地方，如果我今天柱子要做斜柱的时候，它这边的柱形式就要处理。你看斜柱的角度控制要点开，点开之后这边它就可以去做拉动这一段啊，这个是往前挪动。那因为它这个柱子现在它已经是斜柱了，对不对？所以当它是斜柱的状况之下，你去看它这根斜柱，它就有机会可以去做变动。那到底怎么样变动它呢？来，我们再看几个地方。正常来说，它如果是垂直柱的话，它是不能让你做任何变动的。那刚刚不是点那个角度控制嘛，而这个是端点控制。你可以看一下，当我选择端点控制的时候，它是可以让我自己移动它的这边斜柱，而且它会把其他东西带走。那这根呢，它不是用这个动作的嘛，所以你看它这个地方的角度，你就必须要在某个点才能找到。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它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它有一个底部跟底部的延伸形式。过来，我们来切一个剖面来看看。当我这个地方这根要做变动的时候，我们来切个剖面。你看这一段，如果你今天真的有想要特别去联动这个事情，你看在这个地方，因为它选择角度控制嘛，所以它在做角度控制的时候，它这个前段的这个变化，你就必须要去看。那这个东西其实有个问题哈，就是说，如果你想要特别去单纯只控一个单点，你按 Tab 跳选一下，它其实是不太让你动的。那这一支呢，它也不会让你动。那所以说，我其实比较常做的方法比较不是用角度去控制，虽然角度控制看起来是蛮方便的，可是其实它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要去找比较多的细节。那当然我也可以这样调整看看哈。其实就算我今天不用这个什么样的控制，我一样可以拉单点啊，只是说拉单点的时候，你必须尽量在单点上面去做调整。比如说你看这样，我去拉动它，它就可以去做一个变动，只是它会把很多跟它串在一起的东西把它切开哦。但其实这也相当方便啊，因为你看你可以随心所欲去调整你要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说，你看到目前为止，你可以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用这个端点去控制的时候，它不会有太多的联动的问题。当然你看它因为没有跟它串联在一起嘛，所以它没有主动去跟它串联，你就必须要把它抓过来，它才会把它接在一起。OK， 好，那过来我们看一下结构楼板这个事情来，我们就照刚刚的这个事情再去延伸下去。你看一下这个结构楼板，你看结构不是有结构楼板吗？那你看楼板有分结构的、建筑的、楼板边缘的，我们选一下这结构楼板。
那为了符合我们刚刚所做的这个事，我们稍微把它切过来。好，那我们现在先选择在1楼嘛哈，那我们直接先放到6楼上去 ，OK， 让它往上走。所以你看6楼它这个位置，那结构楼板呢，它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哈，它其实很单纯。你看我们刚刚选的楼板就是选择结构楼板嘛，那结构楼板跟这个楼板有什么差异呢？我们点开这条线看一下。我们先设定一下这个面在楼上这个面，我们直接选择6楼来做好了哈，6楼，那直接选择刚刚的这个面板，那楼层就设在6楼。你看哦，其实不论你选择哪个东西，它都还是相同的，就是这个板跟那个板它都是一样的，它并没有所谓的特别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重点在于你怎么去设这个东西。譬如说你设钢层板。你设钢层板，它也不会是真的出现什么钢层板，它只是告诉你，它现在设定是这样子，那它其实也没有任何的材料，所以这个东西是需要大家去稍微设定一下的。那假设我今天是用这样的15公分的这个楼板，它现在写通用，这个命名也相当重要哈，就是说各位你在命名自己的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也希望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内容，就是你今天是混凝土楼板，那你就写上混凝土。那这个是楼板，然后你给它一个，比如说这个是15公分，那你就给它一个15公分的这个尺寸。好，那这样子之后，你在这里面，你这个材料是有的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我先设定一下，再更名一下，复制一下，然后进到这边，我们创建一个简单的这个材料，像这样子。那你再把这个打勾啊，确认一下基本的混凝土的材料，叫出来一下。好，混凝土。好，确定。好，所以基本上你看这一段，它就会有这个内容了。当然，我们刚刚选到一个颜色比较重一点的，为了让大家不要看那么辛苦，我们先不要让它出现这个颜色，我先选择一个比较单纯的混凝土材料。这样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单纯的灰色就好了。好，那透过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楼板它就是单纯的这个楼板而已，所以这个结构楼板这个事情跟一般的楼板没有太大的明显差异，就是在建模上没有什么太特别的感觉，可能在配音上会有点也差异啊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个要配筋的状况之下，我就可以这样子点了它，它就会直接帮你这个配筋。不过就是你配筋的时候，你必须要载入一下你的配筋的基本的族群啊。如果你没有去找出这个配筋基本族群，它是不会帮你配出任何东西来的啊。但是你也可以快速的去做这样的内容，就是说，我这个钢筋线怎么处理？快速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我没有很建议大家一定要用这个软体去做什么钢筋的内容了哈。不过就是如果你想做的话，它其实也是做得到的。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稍微用一下引线架构，可以看到钢筋自动把它全部铺出来了。但这个东西的设定，它其实是还要去设定一下的，就它其实可以做一些内容，但重点就是你的楼板，你要选择结构楼板，它才会帮你自己叫。那你过来看到这边有间距嘛哈，你可以看这个间距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我设150，这也设100好了。然后这个底部主要间距我给它设100，好，上部主要间距100，好，按套用，看一下它就自动帮你变更了。所以它其实在配这个筋是相当方便的啊，但是这个东西它必须要你去理解一些结构力学的东西去配比较有意义，不然单纯只是配过去看起来只是好像很厉害，但事实上也没有做什么事情。那过来一样很简单的逻辑哈，你看这个地方这个配筋，它其实是可以去仔细命名这个事情的。你看这个结构区域配筋，它现在不是只有一个嘛？当譬如说你把它复制成结构区域这个不同的间距，譬如说2就好了哈，2。那你用2了之后，你看有1跟2嘛，我们这边一样可以设刚的300，这里是300，这里是300，这里是300，好，来套用，你注意看哦，这个是2的，当你把它转回1的时候，它就直接会跟着走了。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这个逻辑，它就比较需要你去提前看待。我们再命名一次哈，你看哦，这地方这个区域。结构区域这个地方，我们先把它更名为1，
确定。那你看，就假设100，调整一下，这个东西我把它改为2，它也没有什么改变。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它的逻辑就比较不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元件的逻辑，它其实会是独立要去面对单区的这个内容的。好，那我们回来看到这一段来。所以你看不出来，那它其实有做。过来就是墙的部分来，我们来看一下墙的部分。譬如说这个墙啊，你看它这边会有个其他的东西哈，那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墙体。那你注意看这个地方有个结构这个墙，这个结构的墙呢，你可以直接这边设定你要的剪力墙，比如说RC 剪力墙。这个就要跟结构师合作一下，看到有没有特别的东西要去处理哈。然后你可以这样去拉动。那这个东西它一样都预设是深度，你就把它选择高度哈。比如说我选到6楼，这一段到这一段，把它强装一点，就到这一段强装一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3D，你可以看到这两段它是直接被长起来的内容。那这个内容呢，因为我们把它预设为它是一个结构墙嘛，所以你看这边是会有这个结构的。如果我今天这个选的墙是一般的墙，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墙体，我就选择一般的建筑墙。我们来试做一下哈。你看我点的这个内容之后，你点它，你看它是没有出现结构的。当然你要改革，你看我直接按结构打开，它就出现了。所以这只是差别在于你要不要把它叫出来而已。OK， 好，那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样，如果你今天有要做个区域配筋的话，你一样可以点选这道墙。然后你把钢接线抓出来，然后给它一个主筋的方向，要把它拉直，把它确定。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个部分，我们按一下线架过来看好，这部分它就把它配好了。所以你选择这个事情的时候，它会自动帮你把这个事弄好。但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各位，你要有这样的背景的知识，你去配才有意义，不然你配出来的效果其实不会那么好。因为很多时候怎么交接端点怎么弄你看。你如果不懂没有接在一起，那个交界处还是很多问题。但我今天的目标是让大家知道，其实它是很容易可以做到这个事情的。我们在这短短的20分钟的影片，让大家可以理解怎么运作是很重要的。过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钢筋上面有个续接器哈，你可以看到续接器有时候它的做法比较特别。那在这上面它会有钢筋续接器，你点一下这个东西。好，那这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套接的点而已。当然你必须要把这个东西给叫出来，然后再去接。但这个其实要到蛮细的地方才会用到。如果你今天不是单纯要做结构的一些处理，而且你不太懂结构，我觉得这件事你不用太 care。但我希望大家有在做这个有关点结构模型的时候，你要懂前面我讲这个跟大家讲的几个重点，就是你的这个柱梁分类然后命名这是相当重要的事情。好，那过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简单的钢构钢柱钢梁这个事情。来，我们回到这边来继续看。在这里呢，这边我们如果选择柱的话，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钢柱 ，A 型钢柱。那钢柱你看这边会有垂直跟斜柱了嘛？那我们就选择一下这个事情。比如说我先选择这个点。那你看我们在画这个柱梁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看你在画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会直接点下去，它没有任何感觉。最好不要这样做来，你在做这个柱子的时候，我都希望跟大家强烈的建议，就是你在建任何的东西的时候，麻烦你把这个高度放在心上。比如说你直接到6楼顶一下，那在建下去之前，也麻烦你命名一下。譬如说这个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钢柱嘛那个比如说我想这个 S1 好了，这样子。先这样写，然后描述，先这样。那我再复制第二个，200乘200，2，描述42，确定。好，所以你看，像这地方我已经直接弄到6了嘛，那这个地方是我放置在这个位置，那我就可以直接点了。那你也可以这样子抓完之后，直接你要去复制也没问题，然后再来3D 看一下。好，因为我们刚刚用200这个东西，我还没有改变这个内容，所以你看，我要印证给大家看。比如说，假设我这样做，它就全部一起改，有没有？那如果我今天单纯这几只就是要细的，
那没问题嘛，我就直接变成是刚刚 SS1 就好。所以命名相当重要，对不对？如果你没有开始命名，我现在做的事它全部就一起跳。所以不论你是初学者或是稍微在用的人，我相信很多人还是没得命名，你就是改变尺寸而已。麻烦你尽量可以给自己一个基本的这个运作模式，你自己知道的就好。好，过来钢梁也一样，来我们来看一下钢梁。钢梁它在这个地方，那一样的道理，我们就直接帮它简单命名一下。好，譬如说这个是这个 SP。这个命名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啊，我只是用很简单的这个范例给大家看而已，方便大家可以去理解它的差异性这样子而已。好，完成了之后一样，这边复制一个，比如说有2的，那2的尺寸已经不同了，那我这边就可能一样做250好了。好，你看20、25嘛，那这个故意把它加大一点。那这个就是 SS2，好 ，OK， 所以你来看哦，一样哦，我现在揉成2嘛，那我就点一下，就揉成2叫出来。好，比如说中间这一根，我现在其实不需要那么大，我就把它变成1，你看它就变小了。所以你看回到这边来看，它就有这个内容。同时间我可以这样子，直接将这些复制贴上到不同楼层，比如说2、3、4、5、6，就直接就上去了。那一样的道理哈，这个东西因为跟刚刚一样嘛，所以你其实可以直接把这地方变成协助啊，跟点控制一样。你看你拉动它，它就会直接变动了啊。当然你要移动它的时候，麻烦你一定要记得把这个打开啊，不然你其实是动不了它的啊。那只是说看你有没有跟其他点交接在一起啊。比如说我再把这个东西再调整一下，比如说我继续把它往旁边拉动。单点控制，然后旁边拉动，你看到你的房子其实基本上在架构上就有一些变化。好，那钢层板跟钢构接头其实是相等的东西啊。比如说2楼，我们刚刚不是有卷到楼板吗？那你看这边不是已经有钢层板的内容吗？那钢层板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啊，它只是这个很单纯的做了一个材料变化而已。那对于他们来说，其实这钢层板它的这个构造细节。它有一些地方是有处理的，有些地方没有处理。那这个东西它就是比较属于还是要自己做后置的动作。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钢构接头哈。钢构接头呢，它基本上你可以看一下钢构这个地方。钢构这个地方呢，它在点选的时候，你看到钢结构在这边有特别的东西，它是有一些焊接啊、转角、一些切口的。那譬如说，如果你今天有一些接头形式你要去抓，比如说像这个地方跟这地方的接头形式。它可以去做一些处理，好，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接头？如果你有下载的话，是可以做到一些动作的。那如果没有下载的话，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当然，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你可能比较需要做钢结构表现的人才用得到。要是你没有特别做这个事，其实用处也不是那么大。那当然你可以做一些延伸的事情的哈，特别是这个地方还有连接自动化是很酷的东西。这东西呢，你点选之后，它会连接到你的 Dynamo， 然后一系列的内容给你，不过有非常重要的重点是什么？你必须要把你的接头先找出来哈。如果你没有那些接头的话，某种程度来说，你也是得不到你要的这个内容。那这个接头呢，它其实是有一些构造要去处理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钢构梁、钢构接头这个东西，就是说，其实在这个钢构里面呢，如果你有特别去处理这个细节的话，你才能找到一些特别的东西。那对于这个事情，我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地方，你看，其实钢构它有非常多前置作业的内容啊，很多种可能性。好，那轻型钢也有很多种可能性。那这些东西其实是在 Revit 官方它就找得到的东西。那当然，你点它进来之后，它会有很多细节，那就是大家其实你可以去做一些东西，包括混凝土，你看混凝土我们自己也有做，还有一些简单的东西，大家可以去下载一下。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钢构自动化是非常酷的东西，因为钢构自动化，它某种程度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帮你自动去做一些内容的，只是差别在于什么？你要小心一下它这个接头的样式哈，这样式是必须要自己找出来的。好，你可以看到像这个 Dynamo 的内容，它可以帮你直接找出这个状态。啊，这2023它有一些简单的这个介绍哈，你看它就是透过这个 Dynamo 去帮你把它给
找出一些内容，然后直接他写好这个事情，直接帮你运作成你要的这个节点的这个事情。那这个东西其实还有的讲哈，但我们也有很多专家在做这个事。我本身还是比较想要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做基础的建模啊，先不急着把那些这个运算程式的事情放到头上来，但是至少你要知道你可以做这个动作。好，那过来呢，我们在这个结构上面，你看这边有个行架，对不对？这行架就是要载入一些族群了哈。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刚刚这个结构的地方，正常来说其实它是有一个钢梁钢柱的一些细节哈。那如果说行架这个地方你本身有的话，它正常也会有一些基本的内容。好，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比较单纯的这种悬架的，好，那你看基本上你只要拉一条线，它就自动长出来。好，那当然这个东西是可以去调整的内容，你可以去更改它的一些细节，啊，铰接的高度啊、尺寸啊、角度啊，譬如说你看我这边调整一下，啊，它这个出现它一些角度的变化，啊，但这个东西比较像是自式的东西啊，你拉长它就会变动，啊，那拉更长又不一样。行架是很单纯的东西，那譬如说我今天这个行架是要拿来做屋顶的，我就把这个事情直接抬到我要的高度，啊，譬如说像这个地方，它现在其实楼层是在这边嘛，我把它抬到譬如说1800的高度。那因为它这个行架，所以假设我今天给它200公分一个格局，400公分一个格局，400公分一个格局，200，好，它就基本上会看到一个连续的行架的这个细节。好，所以这个东西相当容易。那今天也算是跟大家完整的介绍这整个内容哈，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你整个的这个架构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做的。那我们再回来看看我们刚刚原来这个整个这个幼儿园的这个模型哈，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的这个模型架构啊，在做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有做蛮多这样的细节。你看，我们刚刚跟各位证明的，在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内容。然后此外哈，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单层楼层这个内容去找，比如说我可以将这个地方的这个梁全部叫出来，然后把它隔离掉。你看到单纯的梁，这地方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那我可以这样子把这个整个的构架，然后直接把它用爆炸的方式把它移开。你看到我点它一下，我刚刚不是做了一个梁的构架吗？稍待一下，我们再把它叫一次出来，把这边叫出来，其他的把它隐藏掉。然后我选这个位移元素，好，然后我们再把它推回来。你看到这个位移元素，它就可以直接整个被拉出来，它是很方便的一个做法。当你有把这个事情把它给好好的把它设定完之后，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可以做一些不同的调整。好，那希望今天的这个视频呢，影片可以让大家理解到非常简单的一个基础架构。那我们也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示范。那也希望大家在画图的时候可以把结构的安全考量进去，尽量可以找专业的技师帮助你这个事情。那我们接下来呢，会为我们的课程学员呢准备一些就是所谓的公开的免费直播。那今天做个前提，那跟大家预告一下这个消息。接下来如果有这个新的学习的时候，会在我们的下面有直播连接，让大家可以去参与，会有一些重要的讯息可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到底用软体去学习东西，不单纯只是在学怎么操作，而是你有重要的应用的方法。OK， 谢谢大家。